江澄义冲他喊道：“你就是30岁，我也能这么拧你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但手终究是放下了，毕竟金陵不比从前，一宗之主总该留些颜面。大梵山山林中升起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，正是夷陵老祖魏无羡做下第1号，助纣为虐，兴风作浪，为虎作伥，翻天入地，早该被挫骨扬灰的凶尸温宁。这话一出，温宁满脸茫然地抬起头。死人照理说是没有表情的，可在这一刻，温宁的脸上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呆愣。温情看着自己的傻弟弟被世人传成这个样子，怜惜地摸了摸温宁的头。众人津津有味地看着温宁与食魂天女凶残相斗，而温宁却茫然地看着这一幕。原来那个时候就已经跟公子见面了，可为什么没有印象呢？魏无羡的笛音促使温宁发了凶信，魏无羡吻了吻心绪，吹出了另一种曲调。温宁垂头丧气地走了，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韩光俊来了。众人看着画面中的韩光俊紧紧抓着魏无羡，眼神自始至终一直死死盯着他，皆以为韩光君是痛恨邪魔歪道，想要拿魏无羡回去问罪，就像当年一样。只有蓝曦臣轻轻叹了口气，他看得出来，忘机那神情分明是认出了他。紧接着众人又看到了江澄和金陵这旧生俩的日常斗嘴耍狠。江厌离已经见怪不怪了，自己的弟弟就是这么一个嘴毒心软的人。江澄听到温宁重现于世，面容上尽是不可置信，又被众人指认着看到了与蓝忘机僵持的人，联想一下，不难猜到，甚至心里非常的渴望，那个人就是魏无羡。随后江澄手持紫电攻向魏无羡，却被蓝忘机从中阻拦。而后众人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魏无羡从蓝忘机身后逃走。众人齐齐大惊，鞭子没抽到他，还不是因为蓝忘机在前面挡着，他这么一逃跑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果不其然，没了韩光君的掩护，紫电一出，瞬间把魏无羡抽飞了。看着魏无羡不仅没事，还有力气撒泼打混，众人皆是哭笑不得。而看着画面中江澄与蓝忘机那无语的神情，众人忍笑忍得很辛苦。你太热情了，谢谢。但是你也想太多了，就算我喜欢男人，也不是什么样的男人都喜欢的，更不会是个男人招招手我就跟着走。你这种的我就没有兴趣。魏无羡这是存心恶心他。众人听着魏无羡的心声，存心恶心江澄，不错，是个恶心人的。江澄此人最讨厌被人比下去，无论是多无聊的比法，他就会心中生气，茶不思饭不想，非要赢过去不可。众人面上不敢露出多余的表情，心中纷纷腹诽。没错没错，魏无羡说的没错。江澄本人听到这句话，扭曲的笑了。而魏无羡这个不老实的主，恶心完江澄，居然还敢去恶心蓝忘机。蓝忘机回头不失礼仪，却不容智慧，道：“这个人我带回蓝家了。”看着魏无羡那快要哭了的表情，众人都想出声大笑。魏无羡，你玩脱了吧你！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嚎啕大哭，众人看的是乐不可支。他少年时曾和其他家族的子弟被送到蓝家求学过3个月，切身领教过姑苏蓝氏的沉闷无趣，对他家那密密麻麻刻满规训式的3000多条家规仍心有余悸。方才被拉拉扯扯掳上山，路过规训石壁一看，又多刻了1000条，现在是4000多条，4000。听到这话，蓝家以外的其他世家纷纷同情起蓝氏弟子来。你他妈这么嫌弃蓝家，你别去啊！现在倒好，都入赘了，你有什么脸面在这鬼哭狼嚎？魏无羡一路撒泼打混，就是不肯进去。他妄想对刚见面的蓝曦臣胡说八道几句，好被乱棍打下山。可蓝忘机似是看穿了一切，及时将之禁言。蓝曦臣听到魏无羡的心声，简直哭笑不得。原来无羡是打的这主意。可任凭魏无羡使尽浑身解数，最终还是难逃被拖进去的命运。蓝启仁在旁边看得一脸的不爽，发誓此生绝不再踏足的地方，你倒是别来呀，你倒是别玷污忘机呀，发的是被狗吃了吗？紧接着众人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蓝家人滴酒不沾已是众所周知，而蓝忘机竟然在卧室内私藏酒，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其中以蓝家人最为不可置信，韩光俊一生雅正束身，归属自我到令人发指的人，居然在卧室藏酒。蓝曦臣微笑着看了自己的弟弟一眼，
不置一词。蓝启仁气的是吹胡子瞪眼，而蓝忘机本人却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仿佛那画面上讲述的事不是他本人的一样。众人眼睁睁地看着魏无羡喝完2坛天子笑后，又灌满了清水，原模原样的放了回去，心道：魏兄啊，你多大了？这种事干得这么不亦乐乎？魏无羡想要逃离云深不知处，已经想得要疯魔了，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当众人听到他想去冷泉藩族中弟子衣服的时候，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毕竟是魏无羡嘛，不荒唐那还是他吗？看着冷泉中纵横交错、布满界边痕的背影，不知情的人都不禁发出与魏无羡同样的疑问：究竟是犯了多么罪大恶极的错，才会被打成这个样子？而蓝启仁凝视着画面中的背影，沉思不语，眼神逐渐迷离，好像透过这副背影，又想起了曾经那个执拗的倔强孩子。蓝曦臣轻叹一口气。当那背影转过身来，江澄看到那枚烙印时，不禁讶然。他想起来，曾经魏无羡身体的同样位置上，也有一枚一模一样的烙印。随着声音的讲述，魏无羡见是蓝景仪等人，大喜过望。我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绝对不是来偷看寒光君沐浴的。众人心叹：你为了出云深不知处，竟真是丝毫不要脸了，什么理由都能说出来。而蓝启仁此时已经转过了头，一点都不想再看见魏无羡那张脸。蓝忘机年少成名，评价极高，乃是最正统的仙门名士，究竟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，要受这么重的罚？众位不知情的人士皆作此想，可那几位知情的都不由得替蓝忘机不平。如此正义高洁之士，一言一行皆是楷模风范，一生从未犯过错，唯一一次错就是因为你，而魏兄居然敢不记得。他从前随便干点什么都让蓝忘机不能忍，如今使尽浑身解数作妖作怪，蓝忘机却都能忍，该不该说是长足进步，可喜可贺？而画面外的蓝忘机听到这些魏无羡的心声，不禁攥紧了拳头，想起当初他为了逃离自己无所不用其极的姿态。还好，都过去了。魏无羡把心一横，扑身上榻：你让我睡在这里，就该料到会发生这种事。众人表示没脸看。而对于魏无羡的这种不要脸的行径，还一直纵容他的胡闹。忘机，你当真是迷他迷得深啊！众人惊奇地发现，后面的画面内容较之前的画面竟有些微微泛黄。随着画面的流转，声源处传来了几名少年以独有的音色闲聊调笑的声音，青春气息满溢。我现在起飞已经足够人模狗样。江澄则很有远见地道：你一定会成为他教学生涯中耻辱的一笔。蓝启仁在一旁捋着山羊胡连连点头，听着几名少年你一言我一语，处处彰显青春洋溢的姿态，江澄看着年少时的他们，感慨起来：如果没有后来这一切的种种，他与魏无羡应当感情如初的。聂怀桑道：魏兄，听我衷心奉劝一句，云深不知处不比莲花坞，你此来姑苏，记住有一个人不要去招惹。魏无羡道：谁？蓝启仁。聂怀桑道：不是那老头，你须得小心的是他那个得意门生，叫做蓝湛。正看得入神的聂怀桑突然觉得周身氛围不太对劲，待回过神来才发现2道同样冰冷的目光一致扫向他。聂怀桑心头一惊，忙把随身携带的折扇打开，半遮不遮地挡住了脸，默默往自己大哥身边凑近了几分，寻求庇护。众人听着画面中魏无羡自述的英雄事迹，皆纷纷感慨：当真是年少轻狂啊！要说一开始来到这里听这个故事，多多少少带着点被迫的意思，可如今众人们都已经进入了状态，看着轻狂少年，脑海中也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年少时光，有些感叹岁月不饶人，有些则不甘心荒废了时光，还有些则怀念自己也曾像魏无羡一样天不怕地不怕过。金陵早就知道魏无羡一定不是个老实的主，没想到他小时候居然这么不老实。于夫人看着魏无羡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就生气，恨声道：魏婴这小子，哼！江丰眠则紧了紧2人相握的手，应一向如此放纵不羁。横竖有些东西度化无用，何不加以利用？大禹之水一支，堵为下策；疏为上策，镇压即为堵，岂非下策？灵气也是气，怨气也是气。灵气处于丹府，可以劈山填海为人所用，怨气又为何不能为人所用？那我再问你，
你如何保证这些怨气为你所用，而不是戕害他人？尚未想到。你若是想到了，仙门百家就留你不得了。滚！薛洋笑盈盈地说道：“魏前辈在邪魔歪道这条路子上，可真是天资过人啊！”众人也没有想到蓝启仁竟一语成谶，多年后仙门百家竟真是容不下他了。少年的魏无羡坐在墙沿上，嘴里叼着根草，有问必答，让滚便滚，他还要我怎样？江厌离听到这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自己这个弟弟啊，还真是顽劣的紧呢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